先说今天的日期，今天是2025年1月29，这跟我接下来会发的跟美国非移民工作类型的签证 O1 会有关，大概会是2-3集吧。但今天就是有点小 intro 的感觉。简单来说呢，2天前我拿到了通过的通知。在那个小年夜的下午，告诉我可以过个好年。这一路来还真的很无奈，然后就很多我觉得不是很能了解这个过程或是这个经历的人会不是很了解的我们的委屈，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委屈不是那种我们真的流落街头了，可是那种自由被相对剥夺的那种无奈感，然后这又跟法律还有你的居留权、工作权有关，所以就是你申请这种工作签的时候，你如果没有别的工作签是在有效期限的话，你是不能工作的。那你要提早多久申请又不知道，因为每年移民局审案件的速度又不一样，你可能这个时间申请，然后你多花$2000加急，结果你也跟原本要等的时间差不多时间拿到，可能1个多月你就拿到了。跟像我这一次，我觉得我没有下对齐，我有点小后悔没有加急，因为其实我等的这半年以来，花费掉的时间成本啊、金钱成本，其实根本就超过2000块。当初应该要就是先借用这2000块的力量去知道结果还比较好，就至少有一点早点知道结果，你可以早点决定怎么做嘛，就是打包回台湾，打包去别的地方，或是你就赶快回去原本的工作，然后继续打拼你的职业。怎么说呢？所以从去年7月申请交出去之后，那这半年来就是根据规则的话，就是说我可以留在境内等结果，因为我有一个签证在审核中，但是我不能工作。也就是说，其实在这过程中，我还是可以做一些，比如说有点艺术活动啊，我可以去简单做个表演，或是给个演讲之类的，或者说我可以参加驻村，但是中间是不可以有任何就是要金钱上的就是介入，这就是有点蛮关键的地方。很多朋友都跟我一样，那个时候没有加急，偏偏去年大家会比较关心国际议题或是国际事务的人可能会知道，肯定知道，就是去年美国总统大选嘛，秋天的时候，然后改朝换代，政策会有转变，大家都在看新的总统政党对移民是什么态度，又加上我的案件是被送去加州的办事处审，所以又更慢。加州最近又一直在处理大火嘛，野火，就觉得好啦，希望蛇年真的有一个2025年可以有一个踏实一点的开始。然后我要在这里公开讲这件事，我真的觉得美国对于移民的很多体制啊，或是行政方法，我相信我绝对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就是他们不在乎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简单来说，我刚刚说了，前面半年我等的时间就是不能工作嘛，就是没有其他签证在挡，那不就是有钱人在玩的游戏嘛？有资本的人就可以装没事，就享乐。可是像我就没有办法，我就是压力很大，有时候甚至可能要跟朋友家人借，其实就真的蛮委屈的。就是也不是说你不愿意工作，是你不能，然后那个不能也不是因为你身体怎么了，健康怎么了，而是只是就是因为你没有一张就是承认你能力的纸，或是承认你身份的纸，就为了这一个通过，然后你就是我整个时间金钱成本就这样耗下去了。然后你得到的签证是扣掉你等待的时间，也就是说我的O1是3年嘛，但我等了半年，
它实际生效的日期是从你申请那一天开始算，也就是说，其实我实际上可以用它的时间从现在开始算，大概只有2年半左右。所以我在这边就是要这一集公开跟大家讲，我不会再做第3次O1了。我不是直接这2年想办法开始 build up， 就是建构我的绿卡申请，不管是哪一个，就是我可能会跟律师讨论，这个我也要到时候分享。请选择真的跟你搭档很好的律师，跟律师讨论完之后，决定好要选择的绿卡申请项目，然后开始从这个为出发点布局，不然就是我不要待了，我应该要想办法去别的国家，或是回台湾，然后再想办法去别的国家。我觉得我要真的逼自己再往上攀升，然后有一个能耐可以去别的地方拓展了。不是纽约不好，说真的，纽约真的是对艺术很棒的城市，但是它刚好在一个非常折磨移民的地方。我为什么会想要分享我的这个个案，就这个 case？ 因为我自己也知道我不是一个很杰出的人，说实话，虽然O1签证的中文是杰出人才签证，特殊领域杰出人才签证，但是我其实真的不是那种什么杰出出色的人。很多律师，我其实一开始有咨商很多律师，在咨商的过程中，他们不太想接，因为基本上觉得我不会过，而且我的媒材，大家如果有在看我的作品，或者说我的频道，行为艺术很抽象，不是即兴舞蹈的那一部分，是我真正的比较纯艺的那个创作，它是很怎么讲，前卫、很新兴、很新颖的，很难有一个标准去评断，所以我这个案子不好写，不好成立，就不好去说服人。比如说你插画会有奖，油画会有奖啊，雕塑会有奖，可是不太会有表演奖这种东西，但是会有补助什么可以让我们获得，所以律师就要很知道说怎么样去包装这件事情。简言之，我想讲就是我当时第一次过O1的时候，我律师其实我看得出来他有一点的那种感觉，但他也当然是开心的嘛。后来跟很多朋友分享的时候，我也就是一直跟他们说，你们都做得比我久，或者说你们都得了比我多的东西，你们的履历都比我厚太多了，你们不用太担心。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因为连我都可以的话，我相信很多人其实都做得到的。我其实是一个很低的及格点那种感觉，虽然我也不至于觉得自己这么糟，但是我觉得以现实层面来说，我确实是一个一开始有点小幸运低空飞过的感觉，这是我自己的感觉。第2次我并没有这么觉得，但是我还是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纯艺术为例其他领域的可能可以大概比照一下，但是一定还是要跟你那个领域的专家或是律师讨论。大概就这样，这是一个我的24到25年O1签证申请到通过的分享开始。Intro 介绍篇之后，大家再期待一下，可能再重申一次，可能内容会有大概要准备什么样的东西，现在的行情价大概是多少，还有跟律师找律师商谈，或是选律师的一些考量的地方，还有出入境，海关可能会问什么，还有面试的时候跟大家分享，我是去冰岛面试第一次O1的时候有去避了，但超紧张的，就这样，拜，之后这样，记得订阅追踪一下我的频道 ，Instagram 可以拜。